无中生有，各种空岛整合包中常备的模组，最近更新出了高版本无中生有传承，和原来无中生有玩法基本相同。不过我相信部分小伙伴可能只看过别人玩的空岛，但是不太了解无中生有具体是怎么玩的。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模组吧。一般无中生有最开始会给一个树苗，然后脚底下有一个泥土，我们通常是种树，用木头扩展平台，然后再捡树叶掉落的树苗，然后再种树，就这样无限的扩展平台。而在这个无中生有的模组里面，最开始的树叶是可以提高利用率的。我们可以用木头制作一个木钩子，用这个木钩子可以勾出很多树苗和树中的蚕，这样子我们种树的效率也可以高很多。然后我们刚刚掉落的蚕是可以用来感染树叶的，这个树叶被感染之后就可以掉出更多的蚕还有线，这些线可以用来合成羊毛制作床。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来制作筛网。不过在那之前我们需要制作出更多的泥土，结果我们脚底下这一个泥土是不够用的。想要制作泥土的话，我们就需要先制作一个木桶。这些蚕线、叶子、树苗之类的有机物都可以被堆肥成泥土，堆肥完成之后，只需要右键一下就可以把泥土从这个桶里面拿出来了。然后就像这样子不停的种树堆肥，获得了很多的泥土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下一个物品筛子了。这个筛子还需要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筛网才可以工作。然后这个筛网有很多的等级，每个等级可以筛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并且更高的等级可以筛出各种物品的概率也越大。如果把我们刚刚刷的那些泥土放在筛网里面筛的话，是有可能获取下面这些物品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种子，再加上一些石子，只要拿着泥土对这个筛网疯狂右键就可以了。OK， 那筛了一会儿之后，我们身上是获得了很多原石的石子，4个这个原石石子就可以合成一个原石。那这也是我们最开始获得原石的主要办法。刷出了原石之后，我们可以制作一个锤子，这个锤子可以用各种材料制作而成，不过不同的材料之间差异主要是在耐久上。使用这个锤子来敲原石就可以获得沙粒，使用2个沙粒和2个泥土就可以做成4个沙土，这个沙土又可以筛成沙粒和泥土，用这个沙土来获得泥土，可以有效的代替前面用桶来堆肥那个麻烦的方法。然后用我们的沙粒获得碎石，升级一下我们的筛网。高级的筛网可以提高我们获得其他物品的几率，并且在这个碎石等级的筛网中，我们可以获得矿物的碎片，4个矿物的碎片合成之后再燃烧，就可以获得这个矿石。然后像这样子不停的干啊干啊干，我们就可以获得下一种筛网了。在这种铁质的筛网中，我们不但可以获得更高的掉落概率，还有可能筛出钻石、绿宝石等等矿物。钻石和绿宝石又可以升级更高级的筛网，不过从这往后就只是单纯的提升掉落的概率了，并不能增加掉落的种类。那这个无限刷的环节我们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来说一下制作水和岩浆的方法。首先制作水，我们需要一个木头干锅，在干锅里放入很多树苗或者泥土就可以积水了。不过积水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最好是先积2桶水，然后做个无限水，再继续接下来的操作。那么弄到水之后，我们要开始制作可以放岩浆的干锅。制作这种干锅的话需要用到粘土，我们需要将水放到这个桶里面先，然后根据这个合成表，在这个放了水的桶里面放入尘土，就可以做出粘土块了。而这个尘土的话是需要用锤子锤沙子获得的，而沙子则是用锤子锤沙粒获得的。然后再经过几步操作，这个干锅就制作出来了。我们往干锅里面放上一堆石头，然后往这个干锅底下放上火把当做热源，稍微等待一会儿，这个石头就会变成岩浆了。从此之后，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工具，那就是原版也可以使用的刷石机。有了刷石机之后，再获得石头就更简单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个主世界的一些基础物品了。我们的最终目标肯定是击败末影龙嘛。不过在这个模组中，地狱的很多物品在主世界就可以做出来，就比如前往末地需要的末影珍珠和烈焰粉。后面的话看着合成表，用这几个工具来回套娃就可以获得了。模组中还提供了一个末地蛋糕，所以我们不需要寻找末地传送门也可以前往末地。包括这个末影水晶之中的恶魂之泪也是可以在这个模组中制作出来的。这里是后期的小包，其实我后面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素材，但是总体的话和前面其实差不多了，就是一步步的绕过去，只要有个合成表就可以了。我感觉你们可能都要听睡着了，所以我就不继续讲了。像这种无中生有的整合包里，有的整合包还有树场、机场等等的刷物品场，总的就是合成，方法非常的多。我觉得还是挺好理解的，就是一系列的套娃设定啊，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如果你们以后玩无中生有的整合包的话，可以用类似的思路来玩那个整合包的内容。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我是小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